大家好，众所周知，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事过了才知道谁最聪明。也就是说，很多事儿、很多时都很难在过程当中发现精彩，只有登上了巅峰，一览众山，拥抱朝霞的时候，才能发现世界的奇妙和精彩，压根就不是攀山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想象得到的。当赵薇毫无征兆的倒下，当郑爽面对3亿的罚款，您到底想到了什么呢？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下酒拌饭的谈资呢？还是又多了一场幸灾乐祸的感觉呢？对我来说，我突然间发现了赵丽颖、王一博少言少语背后的那种大智若愚的最强求生技了。这种求生技压根儿就不需要搜肠刮肚的君子理论或者厚黑学说，只需要透彻顿悟的一双眼睛就够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野蛮生长、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所有的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首先，关于赵丽颖粉丝团的突然间造反以及突然间被晋升，个中的蹊跷我已经跟大家都聊过了，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想继续聊一聊一些看似无趣的结果，因为所有的魔鬼都藏在细节当中了。我突然间感觉，因为赵丽颖粉丝团造反所导致的赵丽颖工作室成为了微博史上首个被点名的因为管理缺失而被禁言15天的明星工作室，这整件事居然还是一件好事。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微博所罗列出来的所谓的罪状非常的有趣，也就是说，因为赵丽颖工作室没有及时的下场跟黑粉们乱舞，所以属于发声引导不及时。说到这儿，我就很想笑。一场很明显的大规模有组织的黑粉和水军集结行动，并成功劫持了赵丽颖的粉丝会，最终还居然一直能围攻和叫嚣工作室的工作，如此声势浩大，哪来的力量呢？请问赵丽颖的工作室在这个时候出来发声和引导的话，作用会有多大呢？跟一群存心想要射死你的人去讨论如何死得更加痛快一些吗？难道火上浇油会让火势更加小一些吗？这一整场声势浩大的造反的戏码，谣言大本营自己都坐视不理，居然要一个小小的明星工作室自己去灭火，我总感觉哪里出现了状况。而且谣言大本营做事大号黑粉们造谣滋事，故意引战，一起围攻赵丽颖工作室，进而挑拨双方粉丝闹事互殴，任由整件事不断的发酵和升级，这正常吗？更为蹊跷的是，等火烧大了，失控了，最终搞得党媒央视不得不亲自出面灭火，这个时候谣言大本营才跳了出来，公开指责赵丽颖工作室没有作为，直接纵容了别人不断的攻击工作室他自己。说到这儿，我咋就老感觉自己的脑回路不是那么的灵光了呢？如果您的脑回路依旧是灵光的话，不妨帮我理顺一下思路吧。也就是说，赵丽颖工作室到底有没有失责？欢迎您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失责，一个是无过，一个是不明。让我们听一听微博自家的说法吧，说的非常的理性，非常的高大上。他说，艺人跟经纪公司在经营官方后援会时，有正向引导管理粉丝的责任，发现不理性行为出现，就应该立刻发声处理，不该纵容引战行为。所以微博方面多次约谈了赵丽颖的经纪公司，督促经纪公司要出面，因此依据微博社区公约，必须对失职方做出严惩。怎么样，是不是冠冕堂皇呢？
也就是说，在微博的虚拟社区里，有人故意给你的房子点了把火，而且烧得很大很惨，几乎烧没了，烧散了。结果呢，社区管理者不好好去追究点火者的责任，反而还缓刑处理了，跟着呢却要回过头来严惩你。因为作为受害者的你，为什么自己不去积极的灭火呢？这种逻辑是不是很牛逼，很冠冕堂皇呢？说实在的，我一直都认为谣言大本营做事一向都鬼鬼祟祟，前言不搭后语，以前是，现在更是。如果说大大小小的黑粉都是工具人、木偶人的话，那么谣言大本营更像是操控这些工具人、木偶人的那个，您懂的。每一件事一旦过去了，时间就会为您亲自揭开谜底。现在从这个娱乐圈瞬间塌房已经成为了常态的关键的时间点，回看这已经发生过的一幕又一幕，很多的谜底都能顺顺利利的解开了。也就是说，当时赵丽颖的工作室无论下不下场，是不是一同搅乱当时已经失控的局面，都完完全全不可能阻止双方粉丝的互殴和互撕，因为这一整场引战升级事件就是一个被人精心编排过的局。无论赵丽颖的工作室出不出声，这些擅长挑事撩非的反串的黑粉们都不会停止互殴闹事的表演和假象。这就像某个街头两帮黑社会在热闹互殴的时候，各自声称他们各自代表着赵丽颖和王一博一模一样，都是在做戏，都是在闹剧。只不过这次厉害的是，赵丽颖的粉丝团真的被彻底内讧，彻底反水了，这是黑粉唯一做到的亮点的成绩了。好在当时赵丽颖和她的工作室自始至终都没有掺和进去，始终都没有掉进陷阱当中去，否则就是赵薇式的杀无赦的厄运了，就不是禁言这么简单了。至于说赵薇动了谁的蛋糕呢？到现在依旧是没有官宣，依旧是原因不明，因此他的社死这次属于暗箱的操作。但赵丽颖又动了谁的蛋糕呢？似乎很多人都能认领了。我讲过，吴亦凡的无脑粉丝冲击执法机关的无脑闹事，只会加速吴亦凡的收监入狱和人生的绝望。那么赵丽颖如果现身自家粉丝所策划的冲击国家网信办的闹事的现场，结果都不用脑补了。要知道，社会主义铁拳在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的面前，从来都是不长眼睛的。因此事到如今回头想想，也是一身的汗。我真的要赞一赞当时的赵丽颖及其工作室的超然和冷静，完全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闭着眼睛掉进了陷阱当中去了。如果在风头火势之中，自己还要选择枪口，那就是郑爽第二，无药可医了。说到郑爽，我咋就有个非常奇怪的感觉呢？仿佛这个赵小刀一早就预见到了郑爽的今天，也就是他现在所面临的近3亿天价罚款的绝望和绝境，真的是人财两丢失，家破人社死。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呢？如果您也刚好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同感，一个是无感，看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奇同感这么一说。作为这场黑粉策划粉丝互殴的相同的受害者，王一博及其摩托粉丝的主体居然也没有被黑粉水军带跑和带偏，一起掉进坑里面去，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感慨粉随正主的奇妙的说法。也就是说，佛系的王一博真的是散养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佛系的粉丝，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的最强求生技了。这种求生技压根儿就不需要勾心斗角的沙盘推演，或者工于心计的步步惊心，
往往只需要透彻和顿悟的一双眼睛就够了。所以王一博被无辜牵扯进来的时候，他佛系的处理了；当赵丽颖被热血所包裹的时候，他一笑就面对了。这就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那一出空城计，也就是街亭失守之后，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虽然无兵可守，却又大开了城门，闭目抚琴一样。当患难摆在面前的时候，人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是惊慌失措、乱出招；人最容易缺失的就是临危不惧、平常心。试想想，如果当年郑爽完全不去理会张衡的苦心纠缠和一步步的设局，和赵丽颖离婚时一样快刀斩乱麻，又或者在张衡设局的时候不跟老爸老妈一起惊慌失措之余乱出招和乱说话，哪里会有这长达大半年的黔驴技穷和穷途末路呢？以及这场最终被人穷追猛打搞到玉石俱焚的3亿罚款的闹心事呢？在这里我也必须补充一句，该罚的要罚，谁让你偷漏税的？我只想强调的是，要查和要罚，娱乐圈当中除了若干的清流之外，个个都应该被仔仔细细的查个遍，连那个已经被射死的范冰冰以及吴亦凡之流，注定都少不了3亿甚至30亿的偷漏税，保证一查一个准儿。因为90后的小华郑爽压根儿就跟他们不是同一个流量层面的，他们的水更深几倍。韭菜不应该只割那些小的，更应该去割那些大的巨的。无论如何，大事件都藏在小细节当中了，一点点抽丝剥茧的话，真相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面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所谓生死有命，成败由心。赵丽颖这次没有掉进坑里去，没有进入靶心当中，无论是有心还是佛系，都是幸甚的事情。今年是个特别热闹的年份，特别流行出卖亲情、出卖友情、出卖爱情的大戏，特别是被最亲近的人出卖的大戏，看来以后也要成为常态了。无脑的郑爽和黑心的张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联手为大家徐徐揭开了挚爱相杀的社死的序幕，这一幕幕亲痛仇快的热闹的场景，恐怕只有一个开心的，您猜会是谁呢？现在的国家权力机关简直就像渔翁一样，任何鹬蚌相争都能让渔翁得利，小人物之间的倾轧只会不断的制造出话题、谈资和财富，而这些财富还都是从嘴里面自动挤出来、爆出来、吐出来的那种。能有这种轻松收割财富的方式，放在哪个政府、哪个政党都会高兴的屁颠儿屁颠儿的。这届的粉丝都很好带，这届的明星其实也都很好割，您说对不？所以这个世道依旧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就像赵丽颖和王一博一样，无论被黑了几年，或者说10几年，他们都任由黑粉闹腾、起哄和带节奏，只是你玩你的，我干我的，最终还是让那些黑心设局者自己破局了，自己吃了哑巴亏算了。大智若愚的最强求生计，其实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即便人人其实都知道，之所以人人都做不到，是因为人人都浮躁。当我们在赵丽颖、王一博被黑、被围攻的时候，当我们着急不堪的时候，其实正是黑粉们、张衡们正在为自己的设局开心不已的时候。低调不张扬，淡定不落坑，乌云自然会散去，危机自然会化解，司马懿自然会退兵。从这些明星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当中，你有具体学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敞开心扉，多多的互动，
因为我也很想听听您的心声、您的理解，甚至您的故事。多谢您的参与和互动。好了，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这次历尽劫难之后能顺顺利利的野蛮生长、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营造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风雨飘摇，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